组长，你觉得呢？你也想想。那诗文，他要再果决一点。我去趟卫生间，你们先聊会儿。诗文在满足其他3个组员的情绪价值，但是没有在实质意义上往前突围。就他能做流程安排。是的。这样，现在就是说，我觉得这几个哪个都行，只要不是励志就行。我觉得励志太冒险了。但其实这个意思是我们由荔枝引发的是一个消费热潮，不要为了过于追星而放弃它本身的主题的利益。组长，你觉得呢？你也想想。好，做它，没时间了，我们要做它。OK， 可以做它。怎么说，组长？组长了，拍板了。我把这个发到群里吧。你们俩刚才有聊一下吗？就是我现在就真的做啥都行。然后我刚才问了一下 AI， 就 AI 说就是它也是属于情绪经济，就是你如果说做也可以联系，但是它就不那么典型。不典型，就是不够稳。对，但是他很出彩。我的倾向是我很喜欢荔枝这个选题，但是不得不承认它确实不够稳。我们就按那个特征化吧，典型化的案例走吧，就是求稳一点。如果我们要换一个更具体的东西的话，我推荐捏捏。哎，朋友，你刚好像发到了那个群聊里，那个11个人的群里。他发到大群里了。坏了，选题被。What the hell？ What the hell？ 我看一眼。你发的是啥？你发的是就是我们的那个吗？传的荔枝引发知道了，完了，他们知道了。但会有一个好处，这个用不了了。讨论了，再也不讨论了。宇哥，社死现场，我天 ，sorry， 这个我真的是。完了，这个话题做不了了。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做这个话题？不是。我知道开玩笑，你是为了不想做这个话题，然后发在群里。对方现在可能在爆笑吧。不是这王玉他咋发错群了？天哪！但是也没有什么内容了，撤不回了，我感觉。但他们没定应该吧？我想，要不他们也没撤回，估计是随便发。Sorry guys， 没关系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就换。这样吧，听我的，咱们做捏捏吧，咱们做解压玩具吧，好不好？也可以的。你解压玩具就是我们不做服务了，做产品，因为服务我感觉跟玄学那个一样，一是认证，就是准入门槛的问题；二是玄学的问题，主观。可以啊，那就是解压玩具。就解压玩具，因为我又想到了一个点，就比如哪吒那个69块钱的盲盒，一盒难求。可以的。还有解压玩具衍生的就业。可以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点。可以的。解压玩具其实拓展的点就是它引进来之后，可能要重点讲一下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些压力，以及为什么年轻人需要快乐消费这件事情。终于拍板了，他终于拍板了。天哪，我这个真的是，没想到破局的方式是这个。没关系，你帮我们做决断了。正好你帮我们做了决定。哦，你迷惑了敌方，他们现在开始疯狂讨论。怎么打这个长安的荔枝啊？天哪，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奸诈？
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会告诉他们，你就是这样的，故意的，你就是我们派来迷惑地方的嘛。提醒一下，7点之前把选题发到冯林的邮箱。好的。很简单，50字之内的概述就可以，让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哦，我知道，50字。相当于现在咱们还有10分钟时间。我给大家多扔几个版本。那我做一些可迁移的工作吧。就刚才我们讨论的哪些东西可以直接用在情绪里面。好。选秀消费现象吧，选秀消费现象为切入点。选秀消费现象为切入点，可以。我先把邮件编辑一下。我看看啊，我去他那看看。好。新商机要不要改成新机遇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再通俗一点。大家觉得这个可以吗？可以的话，我马上就点发送了。也不能不可以了吧？50了已经。好，咱们来倒数10秒钟。10、9、8、7。话说对于大家来说，如果这一次我们的成果一般，大家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吗？怎么感觉有一种3个老板1个员工的感觉？也太服务型人格了吧！不会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到最好就可以了。对，我觉得我把我们所有的我们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最好的，咱们不要想会。对，那就不要想那些东西，我们就只想这个论点本身。对，我们做完那个什么，没问题，我们把它做好就好了。没事，玉哥，我们肯定能赢。没事，玉哥，我们4个在一起就只有一个字，就是赢字。这次必须要拿下，对，因为这不关乎我一个人的事情，我们4个人必须要拿下，必须要拿下，我们一定可以拿下的。这个课题我也想要拿到分，如果没有拿到分，真的倒下来1分都没有。当然可以，包的可以，没问题。很坚定这里。54了，在最后看一下有没有问题。错别字，直接拖。对，正在发邮件，马上，要按时哦。现在马上。没事，你就说旁征组就完事儿了，别的就。行，我们4个人。行吧。还有3分钟。没事，来得及。我来发。发了，我发了。我这儿显示发送成功。可以的。OK，太好了。好，加油！太紧张了。第1阶段暂时胜利，加油！哎呀，结束。哎呀，这2个组长2种风格，一个就是刚才超越说的3个老板1个组员的感觉，是那种服务型组长；另一个是那种业务型组长，主导、拍板、框架，然后大家形成合力。你们如果自己当组长是哪种类型？只剩服务型，服务加旁征的综合型，全能型。没有，我更多可能是服务型。你要碰到刚才那组，如果你是服务型的话，已经到就没剩多少分钟了，选题没定下来，然后你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，我不确定我在里边能不能做得比思文好，但我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完成比完美重要了。那个时候就是说，你现在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它，可能就没法照顾到大家所有人的情绪了。咱们确实有不同的意见，因为这件事情确实不是一个完美的事情，就是先做，然后做的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去完善。我觉得先让大家动起来，而不是再继续讨论这件事情了，就必须定一个大方向，然后就去做了。就是陷入僵局的时候，脱困那一步很重要，先出来。对，俊林如果是 leader 是哪种风格？我自己的话，我可能前面的话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吧，但是我可能还是那种比较快去拍板的一个类型吧，因为我跟超越姐在另外一个节目上，我们打那个王者荣耀嘛，我在我们队也是指挥嘛，所以一般的话就是整个全局就是我会去指挥大家去各种站位啊，然后包括那种节奏点，运筹帷幄。对，我一般会需要大家在关键节点上面配合我去做
事情。你有那种决策失误之后的，如果决策失误了，我会承担。对，因为我会告诉大家，我会承担责任，因为我们有教练嘛，就是比如说我失误了，我就会给教练还有我的队友们都说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你们不用想那么多。哎呦，我只能说，这好酷啊，教练。好力的，好力的。因为我就觉得你必须要给足你的队友安全感，你才能够让大家在局内的时候高度配合、高度统一。我觉得庞真做的特别好的就是他听了每个人的意见之后，他也照顾很多人，就是大家的情绪，他一直问雨佳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。我很怕没有照顾到大家的感受。说雨佳，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或者小问题？我觉得没问题。就如果我觉得你们3个都觉得这个 OK， 那我们就做这个。他也在跟他解释这个选题好的点，然后看到雨佳没有任何的问题之后，他又很果断的，就是那我们就做这个吧，就拍板。雨佳也很好，他那个标志性对啊，不会，抬起头，2只手，摇手指，太酷了。超越呢？如果是领导者的那个位置的话，是什么风格？我会听取大家的意见，但是我觉得权力还是应该在我手上，因为责任也是我在担。我有一些权利的同时，我也会担下我自己的该有的一些责任。我觉得一个团队里面可以有很多声音，但是只能有一个人做决定，而且你一定要是自信的。如果你不自信的话，你的队友也会觉得哦你犹犹豫豫的。就是我是觉得领导者一定要压过所有人，气场上的那种。这个压就是其实某种意义上也给队友有一种安全感，因为我服你，你比我有那种感觉。是。而且感觉它是累积出来的，你一次做决定，哎，正确了，又一次又决定正确了，然后多了几次之后，大家就会形成一种共识，就很有领导力的状态。哎，我问你们个极端问题吧，就好比说咱6个人啊，现在要参加一个末世逃生游戏，哦，好刺激！我们6个人要选一个队长，你们选谁？然后不商量，思考3秒钟，指人哈。来，3、2、1，指人。我选小，你选我呀？哎呀，这么信任我呢？你还想参加这个模式的？哎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那个事情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其实是领导力的3部分。啊？哪3部分？第一个就叫做快速赢得信任。刚才小贺一说，就大家觉得说你可以做决策，打动我了，对吧？对。然后你就快速赢得了信任，所以你就得了2票，对不对？然后咱俩都指了自己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其实我们要带着5个人逃生嘛，这叫愿意承担责任。哦，愿意担当，哎，是吧？是。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情商啊什么的都不重要了，就是谁愿意担这个责任，带着大家逃生嘛。对，挺身而出。然后到具体做的时候，还是能不能搞好组织。那像超越这种指我的，就死之前也要有点快乐嘛。超越没少买爱因斯坦的大脑。我们平时在自己上班的时候，我能想到还有一个要素也很重要，就除了这具体的业务能力之外，还有一种无私。就是有一类人在你相处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很多时候并不是优先考虑自己，他总是会把大家的很多公共利益放在最前面。他有一种那种克里斯玛人格，就你跟他在一起，你就五体投地，你就知道他是这种人，就他就是骨子里就是这样，他有一种那种道德的一自我要求在，所以有那种时候你就您刚才说的那个建立信任的时候那个第一步，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。对，你说到这个，我就想到了我们的领导。哪位无私的领导啊？汪苏泷。苏泷哥怎么了？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团队650嘛，就是我、雪琴、小辣还有龙哥。龙哥是我们的台长嘛，我们的650电台。龙哥是属于那种领导，就他只会心疼我们。真的，就是因为活全让我们干了。这么棒的领导吗？他不干活，但是呢，每次我们干活的时候，他就会特别心疼我们，然后他会陪伴。他能看到每一个人的辛苦，然后他就默默的那种陪伴，默默的为我们做一些事情。所以情绪价值。对，真的是情绪价值给满的那种领导。他无为而治，但我们真的死心塌地。我们刚才聊的是这个领导力的部分，刚才整个片段当中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我觉得也激发了智胜非常精准的评论。但会有一个好处，这个用不了了，就是那一下手滑发作。
发大群里，这是我们 offer 录到现在算是一个第一阳谋，offer 第一阳谋。平时生活中你们有没有那种让你们很佩服的小手段，或者所谓打引号的小心机，但其实是一些可爱的小处理？哎，我经常给我们老板要东西的时候怎么样？我说喝茶叶，我说哎呀，老板你这茶叶真挺好喝啊。然后我就看他，真好喝，真好喝。我平常也爱喝点茶。老板一般给吗？我有3个老板，我有的老板就会给，有的老板就说是，我也觉得挺好喝。这说明这茶真有点贵。那没有老板说那个对咱俩口感一样，下次买的时候替我带一斤。你说的这个语式，我突然想起我有一个场景有用过，就是有朋友开演唱会，但是你这一定买不着票。然后就跟他发说，哎，你是不是要到哪儿开演唱会啊？好，哇，那你要唱哪一首歌？那个巨好听，那个超好听，但是又不好直接说，这算吗？跟你那个场景比较一致。哎呀，赫，你们的票是真挺难抢的，抢了好几次都没抢着。下次努力。你定个闹钟啊？下次努力可还行。下次帮我也抢一个。咋了？那个你没票进不去。你别说，前2天我那个问我要证呢。我看那个了，我看那个。你还看到了？我看到了。我要上台彩排啊，工作证呢？工作证。这还到不能刷脸的程度吗？没有。但是我们回头再看，其实我们并不认为王玉是一个小心机的表达，肯定是一时手滑，但是在客观上导致了一个效果，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认可的题目在事实上被排除了。对，我们也来看一看，在接下来他们分别50字内的提交大概是什么内容，以及提交之后的结果怎么样。来，一起来看下一段。哎，我们再盲猜一下，分别哪个是谁的提案？传播和捏捏乐。我猜啊，传播江湖旁征，精准啊？是吗？对，我觉得是传播嘛。对，这是他的熟悉的场域，而且他会有他的优势。哦，我近几年来都在做带货主播，在做直播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它可以让我的状态更松弛，然后我觉得我的反应能力也有所提升。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种职业的训练，然后也是一个前期积蓄和准备的过程。而且我觉得，因为旁征它是有，你说虽然团播跟他什么直播带货可能有相似，跟有很多不同，但他毕竟是有在那个领域里面深耕过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可能，也许他会找到很好的嘉宾，很好的角度。名字叫什么？方寸之间，虚拟礼物里的团播江湖。对，就这个味儿是对的。对，是的，没猜错，老师们，是吧？吴毅老师观察力强啊。但是团播更多的算啊，也能算情绪消费。当然，其实也算情绪消。你不觉得现在实际上所有的消费都和情绪消费有关？对，但是它这个东西现在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要整治团播低俗现象。哎，这个也可以啊，他只要把这个也含在其中。对，就是最新的一个东西。如果他能够直面这些嘛。对，我个人更想看方寸之间虚拟礼物里的团播江湖，而且我觉得它的专题名称还挺像样的。这个团播江湖里面能够看到人物。对，甚至能够有人物的故事、人物的命运，因为参与这种什么直播呀、什么团播的，一定有很多，它里面会有底层的那种丰富的人群的样本。它如果能够，它有很多是可以讲的，包括你看它这个新闻标题还挺吸引我的，一支扫腿舞背后的100亿市场，非常好，很像新闻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从人员实力，大家觉得哪组会强一点？我们抛开选题，我觉得选题好还有做得好的问题。选题其实赢了，就赢了80%了。已经觉得，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新闻嗅觉和直觉。对，我不知道他们谁选的这个题目啊，我觉得是有嗅觉和直觉的。因为解压玩具它很具象。解压玩具有点比较寻常，就是对我能够想到那种捏的那种玩具。对。可能从我的角度，我觉得解压玩具和拉布布太近似了。解压玩具这种捏的就有点像 Jellycat 这种，都属于这一个套路，应该。
实际是一个相对传统，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是有很多讨论的话题。对，就是没有新意。而且我也看到过很多类似的新闻，包括现在那些解玩具当中，比如说甲醛超标啊，什么质量问题啊，这我都刷到过。就感觉相对它其实可供延展的空间会相对小一点。但不知道，也许他们会拍出一些不同的东西。我有一种感觉到明天下午的结果就现在已经确定了呢。咱们，但我觉得就是看他们明天互相之间能够。我感觉这一组如果不出现原则性和导向性的大错误，我觉得只要篇幅结构各方面思路架构在的话，就胜出的概率比较大。我觉得是。走，把双方的选题告诉对方。对。走。你们组是解压玩具。对。OK， 那我把对方组的选题告诉你们。来了，加压力了。可以告诉我吗？对方组的选题专题名称叫《方寸之间：虚拟礼物里的团拨江湖》，新闻标题是一支扫腿舞背后的百亿市场。这一组一听完心里一听就咯噔一下，乌云压顶。谢谢老师，这个给你们，好吧？好的，我去给另外一组。我估计听到扫腿舞的时候就已经绷不住了。怎么样？我们还在准备当中。我说你看他们的词怎么样？还再加一刀，你看，念给你听，这怕你没听出来，这一刀扎下去了。准备挺好的。你们都没拿到吗？我们可以传阅。一会儿研读一下。沈晨老师这表情凝重了。Hello， 我来告诉你们另外一个组的那个选题，因为要互相把选题告诉对方。你们的选题已经告诉对方了。好，对方的这个选题是本期节目会聚焦情绪经济，然后通过购买解压玩具。然后这样一个新兴的消费现象的兴起，要探讨它是如何来满足现代人的情绪需求，同时会讨论这个解压玩具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，然后通过融合数据的呈现，会有实景拍摄、专家访谈等等形式。这个纸可以给你们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知己知彼，知己知彼，他们也在研究你们呢。加油吧，你们！赶紧研究起来。谢谢老师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他们非常之精简啊！解压玩具没想到啊，解压玩具我想到了，但我并没有觉得它非常的，因为我觉得它跟拉布布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个可能在我们这提案第一轮就被毙了。而且解压的方式很多。好，我们先想自己的明天再想。是我们不研究他们，不研究我们自个儿。对，跟他们专注自身。哎呦，这种气氛，一个叫如临大敌，一个叫如释重负。他们的题目很抓人，一支扫腿舞背后的，是吧？他们雕琢了词句，没关系，我们这都可以改。它只是定主题嘛。你们也可以下班了，好吧？我们准备再讨论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就先下班了，我回去8点钟还有节目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老师们，拜拜，拜拜，老师。那你们加油！我现在不能给你们指导，他们特别要求不能给你们指导，你们自己加油啊！好的，老师。没事，我们会自力更生的，老师。就是一定要找独特的视角和打开方式。好。老师，我们其实有个问题想跟我们的这个话题无关，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讨论了很久，我们其实是有另外一个方案，但是我们最后选了一个稳健的一个题目，还在纠结那个励志。对，那个方向你不要去纠结那个方向了，不要去纠结那个方向。现在你们的时间专注于现在这个。行，就文理也可以出奇兵，对吧？尊重新闻，但是可以有一些情理之中、意料之外的东西。好的，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。
家在承受这个结果。我感觉大概听懂他老师想说啥意思。老师就是说你们的呀有点平淡。是。捏捏玩具凭借着软萌可爱的造型，他已经开始在往前走了，是对的。这个已经回不去了。刚刚看到晨晨老师那个表情，他其实稍微有点失落。你们觉得老师有失望吗？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？可能我们俩高敏吧，你高敏不？我有点高敏。有点高敏耶，我高敏的。